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谢谢，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李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赖清德的国庆演说。他说，台湾有决心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成就全球的安全跟繁荣，也愿意跟中国共同来应对气候变迁、防堵传染病以及维护区域安全，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哦。那人家就说，好像这个对比起来，跟他之前的讲话，比较温和一点点嘛。那他还有提到说，希望中国能够回应国际的期待，来发挥影响力，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跟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跟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繁荣做出贡献哦。那人家讲说，这次赖清德的讲话上面，是不是因为前一天我们都看到美国有这样的讯号出来，就是他们支持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不是美国爸爸画了红线呢？所以不能让他在那边继续在那边跟人家比年纪，说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啊，不可能是中华民国的祖国。祖国论已经让这个美国是不是很感冒了？因为连国台办也已经回应了祖国论嘛，他说这是打着各种幌子进行台独分裂的台独怪谈哦。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对于祖国论这个讲法不以为然，就其实好像两边不讨好，甚至是三边不讨好，不论是中华民国派，或者是独派，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甚至是美国都觉得说莫名其妙的。那今天看起来稍微拉回来一些些。那这次他的这个双十国庆演说，路透社啊就不断在讲说，这个解放军哦恐怕会借机在台湾的周边哦发动军演哦。那路透社还是引述了台湾官员的讲话说法哦，他说可能会在赖清德发表完演说之后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军演，什么2024利剑 B 之类的啊。那还引述了美国国务院一个发言人说，美方无法揣测大陆会做什么或是不会做什么，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大陆以年度庆祝活动或是公开言论来作为一个理由，来做一些什么相关的军事啊，什么样的回应啊，这是有可能性的。那根据我们国防院的民调，60%的民众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不至于在5年之内就是发动这个对台的这种战争吧。那但是呢，也有高达50%的人对于国军没有什么的信心。现在目前我们国军常常听到的相关的消息，都是一些好像比较军纪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怎么又有一些什么擦枪走火这种好像这个奇奇怪怪的问题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们的国军到底准备好了没有？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大陆的学者金灿荣教授，他提到了，他说现在呢，在美国大选之后，恐怕会造成台湾的地位不保，因为如果中美升级全面竞争哦，那川普很可能会卖掉台湾啊，因为川普他就是一个商人思维在看待台湾，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会在适当的时机卖掉台湾，来换取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当中其他的利益哦。相比之下，贺锦丽当选之后，则不太可能透过交易形式来处理台湾问题，但是在其他方面进行特殊交易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那解放军现在其实也有一个等于说让大家瞩目的2艘航母停在三亚哦，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因为在远航演练之后，辽宁舰跟山东舰哦，通通都停在三亚，还被卫星拍下来，很罕见的就2艘航母哦，在军港同框哦。军事专家就讲说，这2艘航母在这边三亚军港同时出现，相信呢将会展开双航母的码头合练哦，日后在以往海上合练战术跟编队，海军双航母的战斗群很快就要成型。还有076的2栖攻击舰也被大家看到了，就说他们现在有一条130米的电磁弹射轨道，那必要时呢歼35、空警600都可以上舰，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有具备
备轻型航空母舰的这种作战能力哦，而且他们的双舰岛的吊装也已经完成了，甚至呢，这个歼35还被延伸讨论哦，它的这个战力直逼美国的 F-35，它的高画质照片曝光啦，隐形的技术呢也引发了关注，因为它的龙柏透镜呢，这个测试显示出来，它在雷达隐形方面具备了强大的优势。由于呢，这个战机就是对标在这个美国的 F-35同样的定位是第5代的隐形战机，所以这也表明说，中国大陆在隐形技术的领域已经非常这个进步的显著了。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技术也是在展现出来，解放军一步一步军力上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嘛。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今天这个赖清德国庆演说，事实上好像没有比他这个什么祖国论受到更多外界的这个讨论啦。可以说就是说没有超出他之前的有关的尤其两岸论述的范围最多他讲就是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这个代表台湾人民嘛，对这个有一些新的说法。不过他对中华民国的这个解释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呢？有一点点这个不够全面啦，还是没有错了。113年，他终于承认中华民国113年，不是迁台以后才开始算那就变成就是说，他也承认中华民国的这个创建的这些革命烈士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可是他要知道，当时这个中华民国创建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他没讲清楚。什么民主自由那时候没有提出这个口号。那时候是要振兴中华，所以才有中华民国的创建。那一直到中华民国这个整个这个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他一开始是有革命的目的还有目标，可是他没有革命的理论。他是这个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他后来因为下野在上海才写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里面就变成中华民国的这个等于说这个建国的指导思想可是第一个讲的就是什么呢？民族主义。为什么要讲民族主义放在民权民生？因为所有的革命，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民族而努力的。那这个民族叫中华民族。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你今天要讲中华民国，就把中华民国的这个初衷，跟他建国的理想，跟他的一系列的一系列的努力要讲清楚嘛。对，那你才是让人家感觉到你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对待中华民国，而不是在中间这个挑一些解释，那也不太对因为民主自由是没有错啦，可是基本上这个整个建国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复兴中华嘛，一开始就是复兴中华。那到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事实上他在这个过世之前他有3句口号，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叫和平、奋斗、救中国。对，这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的精神，立国的精神跟他所希望后世子孙所努力的方向。那当然，孙中山在他的遗嘱里面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余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所以中华民国是中国的政权，这一点我觉得他的目的要很清楚啦。那这些部分，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在这个赖清德向中华民国靠拢，我觉得这一页的历史他还要再认清楚对，那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国家还是要真情实意，你对这个国家有真正的感情，你要真正觉得有这个道义而不是要利用它作为一时的这个达成一时的目的的话，那个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得到大部分人的这个支持跟共鸣我想就是说，听了赖清德的演讲特别提出这几点嘛。那不过大陆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他们最对台湾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界限，就是不能接受台独，不能接受台独。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华民国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让中华民族能够复兴。那这个努力是不能够怎么讲呢？不能够被打折扣的啦。那当然你说要大家一起要来追求两岸人民带来福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我是觉得，赖清德走出一个比较正面的一步，我们对他未来还是那么有所期待啦。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这认同中华民国上面有更多的建树。好，来请教这个李将军。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辽宁、山东2艘航母同时停在三亚港，这件事情不能小看必须要重视。我想它展现了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他对他们自己的防卫非常有信心，就像是我们来讲的话，按理说这个军事上面重要武器应该是分散部署，你应该不管是分散在山东、辽宁，或者是上海，或者是这个海南岛，你把2艘航空母舰都摆在一起，万一敌人这时候对你实施攻击的话，你一次就毁掉2艘航空母舰。那所以说它摆在一起，第一个我觉得它展现出来，它对自己的这个地方的防卫非常具备信心，它不怕你空中攻击或者是导弹攻击。那第二个，我觉得它展现出来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这2艘航母做运补、维修以及这个后勤。如果说是南海有事来讲的话，那我同时可以对2艘的航空母舰来做这个维修以及运补这是它展现出来它后勤的能量在这边。因为这2艘航空母舰都是华耀式起飞的航舰，所以它里面用的很多的器材、很多的零附件，甚至维修的工人技术来讲的话是相通的。但是我比较担心在军事上面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尤其是说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说联合利剑 B 会不会展开，那大家也在研究说联合利剑 B 会是什么样的形式。那如果说各位想想看，如果这2艘航空母舰搭配它的海警船，然后甚至于1艘071的这种2栖攻击舰去夺取东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这2艘航空母舰，你看看阻到东沙以后，它可以这个堵住你巴士海峡，美国一直要在吕宋岛那边建立提风系统。那如果老共这时候夺取东沙，那对你这个菲律宾来讲影响就会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2艘航空母舰停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老共打仗，他一定是集中最大的力量。他杀鸡他不是用牛刀，他用10把牛刀来杀你这只鸡。所以他2艘航空母舰停在这边，后续我觉得建议国防部一定要特别观察，是不是要动手东沙，这是我们特别担心的。因为动手东沙来讲，对他有战略上这个地缘战略上面很重大意义。第二个，对台湾来讲，老百姓会比较没有无感，不会有那种深仇大恨的感觉，因为不会见血见光嘛。可是对美国或者对台湾具有很强烈的一个嚇阻的意义在，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之所以讲到这个 F-35挂龙脖透镜这代表说是歼35更正这个歼35挂龙脖透镜，代表歼35确定是一定有隐身的效果。什么叫龙脖透镜呢？龙脖透镜就是我放大，因为我是具有隐身性。那平常的时候，暂时我当然把这龙脖透镜拆下来，我不会让你雷达看到。可是平时的时候，我如果说是不让你雷达看到的话，会不会我们一般民航的导航来讲就会产生误差？譬如说我们民航机从这边经过，或从什么地方经过，我不晓得你这边有一架歼35隐形战机在，我雷达看不到，那我会对我的民航机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那就发生一些飞航上的危害事件。所以对于这种隐形战机开始来讲的话，你如果一般执行任务，你都要挂上龙脖透镜，让别的让民航机或者是别的飞机在空中可以看到你。所以说它会挂龙脖透镜，代表说是歼35一定是具有相当性的隐身性能，它才在平常的时候需要挂上这种龙脖透镜。好，来请教杨老师。我对于赖清德第一次的国庆致辞当中有关于两岸关系跟中华民国的部分我觉得它有3段，而这个3段都代表不同的意涵。我觉得第一个，他重复强调中华民国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他所说的这3个，其实都是他台独立场的大整合。我觉得是两国论再一次的确认。互不隶属是在他就职演说提到，无权代表台湾，这就是2758号，这个中华民国无权代表台湾。那落地生根，也就是强调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所以我觉得他把这3个都再一次的再整合提出来，两国论再一次的确认，
他的任期大概两岸关系难以平稳。第二点，似乎大家看到他把台湾跟中国做一个对等，而且提出愿意合作承担国际责任3个层面：第一个，因应气候变迁；第二个，防堵传染病；第三个，维护区域安全。其实3个都在讽刺大陆嘛，在做自我标榜嘛。但是作为一个台湾人，我要问哦，我们在气候变迁上面，我能够做出国际贡献吗？你民进党把绿能赚饱了，你禁止核能，你禁止大陆电动车，你当然也不知道中国大陆在过去在整个绿化，因应全球暖化的这个作为。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可以在全球气候变迁上面做出贡献，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哦。这基本上在自嗨我们自己很心虚的东西。第三点，我觉得最严重的是第三点，他在最后结论的部分，他提到，他说我们的国家名称可以是中华民国，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什么时候国家名称可以有3个？你的身份证上面的国家名称，宪法上的国家名称是什么？这个叫做公开偷渡台独，也就是公开的说，我们的国家名称可以是台湾。我们有平常这样子习惯的说法，但是你讲到国家名称的时候，这个就很清楚是一个法律、政治跟主权意涵的定义。它是有正式文件，就是宪法嘛，以及各个法律嘛。我们今年是哪一年？你庆祝的是中华民国113年国庆，不叫台湾113年国庆，可以这样子换吗？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公开的把这个说法说，台湾人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国家名称叫台湾。华盛顿有没有同意你这个说法？大家怎么解读你这个说法？所以你不要看到他中间写那些我们共同来承担什么国际责任、区域和平，这其实都是在反讽，在这个讽刺中国大陆了。而我们自己在区域和平上面，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然后呢，你自己在所谓的防堵传染病，也许我们自己做的不错，他就是在讽刺。所以重点是他前面一段把整个他就任到现在的台独运动的论述做整个大整合。他不敢提祖国，因为美国那个康达是国务卿，第一时间回应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要两岸和平。还有一点大家媒体都漏掉的，美国还说，康达还说，两岸的问题希望能够和平的解决，和平的解决。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今天的这个致辞其实是不及格，而且真的在偷渡，而且再一次的把他的两国论再强调、再确认。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拜登终于是跟纳坦雅胡通话了，不过现在这样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减缓以色列的一些军事动作。首先，我们来看看在黎巴嫩这边，以色列拦截了2枚来自黎巴嫩发射的这些炮弹这个以军表示已经拦截下来黎巴嫩发射的抛射体并且打击了加沙走廊还有黎巴嫩境内230多个目标也就是说，它对南对北都还是持续在进行它的军事动作，不会因为这个有通上电话而减缓。真主党就在讲说，我们在黎巴嫩境内以炮火跟火箭等武器跟以色列的部队交火，并且已经成功的击退现在目前这一波以色列的攻势但是呢，以色列现在这边就是要积极找寻据点，所以以色列不断的是往这个黎巴嫩的方向来这个往北攻过来，这个方向这个地方就是黎巴嫩所以以色列现在持续的往
贝鲁特这边来进攻。那他们也在这个黎巴嫩的住宅底下发现了真主党的武器藏匿之处哦。他们就说哦，原来地下有一些这种地下武器的储藏室。那现在欧盟要开辟空中的桥梁，来为黎巴嫩来运送一些人道救援物资，已经在11号抵达了贝鲁特。那现在连土耳其哦，哪怕这么接近这个黎巴嫩哦，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展开了一批撤侨，第一批2000名土耳其，还有他们家属，还有大概14000多名的土耳其公民，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首批的这个撤离了。那拜登跟纳坦雅胡到底谈了些什么呢？拜登就只能劝他哦，他就说，现在这个真主党高层已经快被杀光了，那你纳坦雅胡啊，你降低一点对平民的伤害哦，只能这种用劝告的方式。那个纳坦雅胡根本好像不太听他们的哦，那所以他现在还打算要报复伊朗。我们刚刚讲说，他除了就是继续打黎巴嫩跟加萨之外，伊朗的报复计划也还在进行当中哦。那白宫就说，你有跟我讲就好了，对话非常的有成效。那这也是两个人就是最近2个月来第一次的通话，连贺锦丽也有参与了。他们就说，很有成效。那什么样的成效呢？以色列的防长说，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打击会出人意料。什么样的出人意料法呢？他说会是致命、精确，而且是就是可能是让他们完全这个措手不及的。那现在这样看起来，这一波的报复是白宫也已经知道了，美国也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是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难道又是要用这种 BB 扣跟这个对讲机的方式吗？这样叫做报复，还是叫做恐怖行动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又有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哦，就觉得说，因为之前一直劝以色列不要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哦，那可是呢，现在以色列却拒绝说明怎么样报复。那现在看起来初步沟通，他说很有成效，只是说是不是具体计划还没有透露的很完全，让奥斯汀感觉有点挫折哦，因为奥斯汀觉得你这样让我们措手不及啊，像上一次这个伊朗发动了这些飞弹攻击的话，其实美国也有参与拦截嘛，那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你给我准备时间太短了，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你呢？所以他的挫折是来源于这里哦，准备时间不足。那但是对于中东来讲，现在看起来很多的人觉得你美国到底在干什么呀？你他妈讲了半天，然后结果你的这个挫折感并不是说好像这个以色列不停火，你的挫折感竟然是来自于说，我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以色列，就让大家觉得越来越看不下去，你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就连呢这个国务院发言人都被记者给怒怼了，我们来听一下。This administration has financed a genocide in Gaza for the last year, and every day you're up there denying accountability for it. So, I mean, what gives you the right to lecture other countries on their moral? So, if you have a policy question for me, I'm happy to take it. If you want to give a speech, there are plenty of places in Washington where you can give a speech. Yeah, but people are sick of the bullshit in here. I mean, it is a genocide. You are abetting it, and you are risking nuclear war in Ukraine for this proxy war. Plenty of other places to give a speech. Go ahead. 对，他竟然就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人问就直接这个逃过了，想要不去面对这样记者的追问，这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美国的不满之处嘛，已经透过了这个记者直接反映出来，是不是就是种族灭绝？是不是你美国一手支持纵容以色列这样的种族灭绝？所以这一场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失控，因为连纳坦雅胡都已经扬言要摧毁黎巴嫩了，所以大家讲说这一场中东战局已经是失控了，那你美国就是一个帮凶哦。那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就对其他的不安国家警告，就说不要有任何人去协助以色列，不然这一场战争真的是没完没了。我们也会对协助以色列的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采取报复行动。那现在看到了，连哈马斯也是预告了，他们说我们现在持续在招兵制作武器，要预告重生哦，他们也要对于以色列展开报复。所以这一场中东大战，美国还要继续躺平吗？美国还要继续当一个好像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劝的角色吗？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美国是积极协助以色列的，他没有躺平，因为以色列的打的在不管加萨黑手，或者说是在现在在黎巴嫩，他用的这些重量级的武器都是美国提供的，所以是以色列人发射出去的武器，可是那些炸弹炸死这些平民的都是美国的武器啊，所以美国跟这场这个刚刚记者所提的这个种族灭绝他根本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嘛，对，所以
这个是我们又赤裸裸的在21世纪看到了啊，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对于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的作为啊，那他们是毫无任何反省的这个空间的，根本连问都不让你问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怎么弱肉强食啊，然后呢，没有公理正义的世界，尤其呢，现在我们在这个中东地区都看得很清楚啊。那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自己和平啊，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要交给别人的话，那你就是拿自己的幸福跟这个生命财产开玩笑啦。那这是另外话，就是说现在黎巴嫩这个战局是越打越激烈。那以色列事实上有4个师已经都准备好了，进去了黎巴嫩已经有3个师了。那以色列它不是要打一个全面性战争是没有错，它是要造成它的所谓的它的北部地区要形成一个缓冲区，也就是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的边界它要往上推60里，这60里这一块这么大一块地区，几乎是占黎巴嫩1/3的领土基本上他要真主党在那边没有办法驻军，没有办法部署武器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攻击，因为他算好大概60公里的话，他会感觉在以色列的境内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他过去是他怎么来画呢？他事实上前2天他已经通知了，就是说在这些地区的黎巴嫩这个老百姓说，你们赶快往北撤吧。这个做法跟这个在加沙走廊一样，他就是发传单，然后叫你们往北撤。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阿瓦利河这条河距离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60公里，所以他希望在阿瓦利河这一带住的这些黎巴嫩人往北走，也就是你往北走，然后你知道这条河离贝鲁特才多远吗？才30公里。所以事实上他已经画了一条界限，也就是阿瓦利河以南的这些地方，对不起，你们如果平民在这里，子弹不长眼睛，你们就跟加沙走廊一样，我警告你了，你们赶快走，要不然我这个子弹炸下来了，飞弹炸下来的话，你们被打死活该。所以以色列是一样打加沙的方式在打黎巴嫩那现在就是说会不会打伊朗？暂时看起来不会，因为上次伊朗他这个飞弹说实话，真的让以色列、让美国都蛮吃惊的。他这个穿透力很强，200枚，别的地方不说，光空军基地就有32个弹坑，也就是说，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没有用。在以色列，他没有办法确保他自己领土安全这个之前我觉得他对伊朗的进攻他是有所顾忌的，所以现在就集中打黎巴嫩。所以黎巴嫩现在连这个土耳其都在撤啦，对，是确实这个战况很激烈，又是大量的这个平民流离失所，然后呢被炸的这个飞弹炸的运气不好，就葬身于这个以色列的炮火之下。这是另外一次的加沙走廊的这个屠杀事件的重演了。2.0版。好，接着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因为大家本来寄予厚望说，拜登跟纳坦雅胡这样的一个对话，是不是能够让以色列稍微止住他们这样子的对黎巴嫩也好，对这个加沙也好？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以色列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然后美国束手无策。美国没有束手无策呀。那个前2天美国的布朗大学他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从去年10月7号，就是加沙战争到现在1周年，美国给以色列的武器援助来到了179亿美元。布林肯不是去了9次10次吗？说停火停火，不要再打了。可是他给了179亿，将近180亿美元，你算一算，这是多少台币的炸弹啊！现在在加沙地区死亡人数已经来到42600人，这里面有16500个儿童。多少人是美国这179亿的炸弹之下死亡的？美国没有停歇，没有停下来。而内塔尼亚胡他甚至说，黎巴嫩人，你们要断绝跟真主党的关系，否则黎巴嫩就会是下一个加沙。这是他2天前讲的。然后他持续的在针对贝鲁特以及真主党的这些基地在轰炸，现在死亡已经超过好几千人。然后呢，西方媒体的报道都是以色列喂给他们的。我们打了多少个
真主党的领袖或者是真主党的分子、恐怖分子，都是这样子的报道。而事实上，已经超过100万个黎巴嫩人流亡失所。对不起，黎巴嫩是另外一个国家耶，你现在一直在打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你不就是跟你们所说的俄罗斯在打乌克兰一模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你不断的在说，我现在要去维持一个就是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真空安全地带，可是已经超过24000名地面部队，以色列进入到黎巴嫩，这不就是侵略攻击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吗？所以当然讲这些所谓的是不是或者是法律或者是主权问题，在中东其实根本都听不进去。可是你光是从这些死亡的人数，你就了解到，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就是整个从加沙移转到黎巴嫩，要重回到1982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占领黎巴嫩南部的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北部才是安全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北部还没有这么多屯垦区，现在以色列北部的屯垦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是从这个保护自己的屯垦区的居民，你不要忘记那个屯垦区可能很多地方是非法占领巴勒斯坦的家园，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他就是要把整个这一次的战争干脆一路打到所有对于这个有以色列的这个安全的威胁，要去做整个清扫，更不要说他之前还做了呼叫器的恐怖攻击行动，美国方面证实这个是这个内塔尼亚胡9年之前就已经下令这么做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会终止，也许看看美国谁当这个总统，但是呢也不会立即的有所停火的。好，请教将军。其实这个关系到中东地区包括美国、欧洲他们西方的军事思想，跟我们东方中国的军事思想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东方的军事思想在《孙子兵法·火攻篇》里面讲得很清楚，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是为废柳大凶。就是说，你如果战胜攻取的这个地方，我们讲究的是要怎么样去治理，然后治理这个地方。所以中国虽然说也有很多的各个族群，也有广大的面积，但是这5000年历史下来，虽然说也有打来打去，但是到最后大家也都能够和平相处，各族群之间最后都能够寻求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存下来。但是中东他们不是这样，我想西方的军事思想，我觉得跟他们赌博一样，他们喜欢打梭哈。什么叫打梭哈呢？就是说我一队，对不对？那我就2队赢你1队嘛。那你2队，我就4条赢你2队，然后你4条，我就5大金刚，就同花大顺赢你，就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所以我觉得到最后都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电影经常看到的赌博，最后就是一把梭哈下去，赢者全拿。所以美国的他们军事思想就是我一定要压过你。所以才会有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出来，就是他不允许另外一个强权比他强，他认为如果有另外一个强权来讲的话，就会消灭掉他。但以色列现在就很明显这样，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从巴比伦之囚的这种事情开始，到罗马帝国这个以色列被灭国，甚至于到近代史里面，我们看到希特勒残害犹太人，都可以感觉到西方就是这样互相杀来杀去，我不杀你，但我为了要生存，我一定要把你彻底灭掉。那我为了不被你彻底灭掉，我就一定要反攻你。那以色列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种思想，他认为加沙对他是一种威胁，真主党对他是一种威胁，伊朗是对他是一种威胁。那在美国的扶持之下，那美国也认为说，我这时候不帮你以色列来讲的话，你可能会被灭国。可是问题是说，美国有多少能力？当周边这些国家对你来讲，你没有办法跟这些国家和平相处，最后你会不会？你毕竟来讲，国土纵深很小，然后你的人口资源有限，你现在动员了6个师，这不管是在加沙或者是黎巴嫩南边来讲，你动员那么多个部队，你后续来讲能够支撑多久？如果长期消耗战打下来的话，毕竟不管怎么样，虽然说周边的这些国家有很多的种族了，有库德族，有阿拉伯族，有这个波斯族各个种族人数虽然说很多，宗教信仰也有所不同。这个穆斯林里面又分什叶派、逊尼派，他们彼此间也不是很合作。可是长期如果围攻你来讲的话，你这个国家能够支撑你多久？你美国能够支撑你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这场战争短期之内是绝对看不到和平的曙光，那到底要怎么样一个结束？那希望不要说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那对全世界来讲的话，都是一场灾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哦。这个今天在中国大陆的股市开盘之前呢，这个大陆的央行有一个新的政策哦，他们就是在盘前，人行发布了消息，就是即日起呢，接受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来申报这些证券、基金哦，这种互换便利性啊，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这些你们可以以这个债券啊、股票 ETF 啊，还有沪深300成分股的资产为质押哦。那这样子呢，这个人民银行换入国债，还有央行票据这些高等级流动性的资产呢，就可以注入首期的规模大概5000亿元哦，可能可以视情况再进一步扩大操作规模，也就是说，看起来活水又要进来了，可以以券换券哦。那大陆称为这个词叫做SFISF， 那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质押一些钱，然后让钱再进去这个股票市场嘛。所以看起来今天直接带动了3大股市哦 ，A 股3大股都是开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哦。那还有人讲说啊，现在在浙江大学的校园论坛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哦，都是关于股市的。有人还贴出了收益图啊，因为00后嘛，他们现在是跑步进场，就发现3天赚了3万块钱，还很开心的跟同学们分享说，也搭上了这一波的这个股票牛市行情啊。那的确啦，现在中国大陆大动作在振兴这个经济哦。这个星期六呢，大陆的财政部也要有一个发布会哦。据说这个是要来发布加大财政政策这个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又是一波新的这样经济的振兴利多出现，一波接一波的从9月底到现在，感觉上面就是要整体把大陆的经济给这个等于说内部的体质给它调整起来、优化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要面对外部有非常多的这种制裁或是关税战正要开打哦。那我们看现在目前中欧的贸易战，因为欧洲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制裁了这个45%的关税嘛，这样看起来目前协调说是还要继续协调一下，但是双方已经互相制裁了。中国的反击呢，中国大陆的反击就是说，我现在要对于你的白兰地也是同样科临时的关税。那欧方很生气啊，就告 WTO， 那中方也去告 WTO， 就是说看看是谁先违反规定在先嘛。所以中方就讲说啊，坚决要捍卫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正常发展，所以提出了这样的抗议行动，向 WTO 来这个申诉。欧盟的执委会发言人就说，你这个反击我们的这个白兰地哦，这个毫无根据啊，这也会让我们这个欧盟产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也去申诉。那中方又回应了他的申诉，就说我们对于这个白兰地采取反倾销措施是符合世贸原则的。那的确这样的一个反倾销措施哦，马上影响了轩尼诗、人头马这些公司哦，他们可能就要被先加收保证金哦，像马爹利是增加30%，然后轩尼诗是增加39%，然后其他的公司哦，可能大概在34到39之间哦，所以对于他们的这种保证金要这样突然吐出那么大一笔钱，影响非常的大。那很多的这种酒商也上街头就说，你们在制裁中国大陆，怎么最后受伤是我们的酒商哦？那的确，中国大陆可能其来有自哦，早就已经准备好说，你如果要制裁我，我要怎么样的反击才会是最直接的。在这一场的投票当中哦，其实像是这个匈牙利总理跟这个德国总理，他们其实在投票的时候都是投反对票的。肖兹那时候投票前是讲说是反对这样子加征关税，他说应该是要欧洲跟中国大陆继续谈判。欧洲跟中国大陆现在的依存性非常的高啊，也要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这种电池啊或者一些技术哦。那你这样去制裁它的话，其实会反伤自己。匈牙利总理奥班正是讲说，你这样加征关税是适得其反的。那就连这个德国的大众汽车，他们也是讲说，其实这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对于德国的制造业啊，你们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吗？那西班牙的经济部长也在讲说，我们欧盟应该要尽可能赶快跟中国大陆再进一步的沟通，然后避免这个贸易争端进一步的升级。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有3招作为回应了。早在这个2-3个月前呢，其实他们已经对于肉品欧洲的肉品做一些市场的调查，肉品跟农产品。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买这个欧洲的农产品是非常的多，也就是呢，欧洲的农产品很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啊。第一招呢，就是其实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只有6.9%，但是呢，你欧洲农产品啊，重要买家却是我们中国。换句话说呢，你这个农产品我们平常是能收就收，但是如果你提高税率，我们也有办法让你们难受，就是我们可以不买，我们可以转向西班牙的猪肉、火腿、荷兰的乳制品哦，大量的订单可以直接转往俄罗斯哦，这是可能下一步他们已经研究好了，下一步可能会制裁的一个方向。那现在白兰地先做了一些这个反倾销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嘛，因为之前发现到说这个法国的白兰地业者一些人他们就有上街去支持加征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所以他们就是这一波主要被制裁的对象。甚至他们还有研究，就是你燃油车如果要卖到中国大陆市场的话，我也可以来给你调一调关税啊，就有可能会这个提高关税，那有可能会在本月底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看起来这一波未必是中国大陆比较痛，那搞不好欧洲接下来如果面对到这些，不知道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哦。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落实进一步这个健全那个活络资本市场的这个政策，这个9月27号由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做的一个决定，一个政策方向，觉得不断在落实。那这里面有一些做法，就是把一些大笔的资金就是说不管是主要是公部门的资金一些保险还有一些基金它能够把它引入到这个资本市场，那跟就是说这些中间的这些把那些卡的点都把它打开，让更多资金注入到资本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股市主要是股市，绝对是有帮助的。那其实一个股市对一个国家来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老百姓整个国家完成了初步的资本累积以后大家手上都有一些资金，并不是你的资金基本上都换成物质，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人民民间的资金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事实上，它的加起来比这个投资率，这个它的这个储蓄率比美国跟这个欧盟加起来都还多。可是这个资本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运用的话，能够对社会的不管你各方面的发展没有产生很正面效益的话，其实是一种浪费。而且资本的话，如果它不能够有一个好的投资的一个去处资本会往外流的。那只要其他的地方有好的这个投资的资本市场的话，中国资金也会流出去的。那你等于说你这个资金没有运用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上，反而帮助别的国家经济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发展出已经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作为最大的制造国家以后其实累积的资本也要让它有一个合理的对于经济发展能够有好的这个促进作用的一个市场。所以资本市场建构可以说看出来，现在是中国大陆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冲这个保五这么简单，而是事实上用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的这个时机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尤其对资本市场那个所加注的这个动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过去可以说它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市场。那现在它慢慢回过的哈达市场，而且这个资金主要来自中国内部的资金，所以这也是中国双引擎建设的一个用自己内部这个引擎把它点火起燃。那等中国大陆一方面又有实体经济的这个动能，又有资本市场的动能的话，那就受到外界的影响的话被外界操控或者负面影响就会小很多。好，来请教杨老师。最近在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有一位副教授，他的名字叫金科宇，他是现在那个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的女儿。从小在大陆念完高中之后呢，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念了大学硕士跟博士，然后呢，在经济学上有他一定的这个成就，所以现在是伦敦政经学院的终身副教授。他最近在香港的南华早报接受访问，他觉得贸易战对中国反而是个礼物，协助中国的改革跟
强化跟发展。那尤其什么叫贸易战？也就是说提高关税、保护主义。那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商品很少是完全100%都来自于哪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所制造，它的供应链可能尤其是比较复杂的科技或者是一些机械产品，它的供应链可能是在整个区域甚至全球几十个国家，所以你做关税的壁垒的时候，你伤害到的不是只有这个出口国。你事实上是整个供应链都会伤害到，那你同时也伤害到你的消费者，对不对？那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个供应链这么复杂，你看没有错啊。2022年的时候，中美的贸易是在8000亿美元，而到去年的时候，2023年呢，是来到6400亿，看起来好像掉了将近2000亿。对不起，它就从加拿大跟墨西哥进口，从越南进口，从印度进口。而从这些进口的公司，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中国投资或者是美商投资，然后呢，从中国的这个零件过来，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反而是在增加的。因此真正的所谓的贸易壁垒、贸易制裁它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它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国际贸易的环境当中不太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真正去制裁别的国家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的这种效果。因为当时我们的思维都觉得说，这个贸易代表了国家的权利，但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整个全球的这个体系。那不过美国在科技战上面做一个这种所谓的制裁跟管制，还真的造成中美之间两个科技高端科技的两个半球化。那你现在在欧盟这个情况就代表一模一样的情况，尤其你不敢像美国弄个100%的这个关税，你弄个16%到27%，然后你再加到37%，然后你再上10%，最高到46%、47%，其实那欧洲人还是一样买嘛。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面对贸易战，对于全球的国际贸易体系更加理解，那这个就要回来看看我们两岸的贸易要怎么样真正的面对。好，来请教将军。这次欧盟的投票对于中国电动车这个加征关税的投票，其中里面27个成员国里面有10国是赞成的，5国是反对的然后另外还有12国弃权。我比较在意这12国弃权，你不可能说它是骑墙派，但是很明显，从这次投票结果，欧洲各国有各国自己的这种打算，跟他各国的这种经济状况，你不能一概而论。那我们有看到说，欧洲来讲，第一个脱离欧洲的欧盟呢，就是英国嘛。因为我如果跟你们都绑在一起，那我自己有国家的一种政策。尤其是为什么这次德国特别投下这个反对票？因为它汽车卖到中国卖最多啊。那这个有些国家来讲，它必须跟中国来讲，它卖猪肉啊、卖卤肉品啊到中国去。那如果说你去提高它的关税来讲的话，那中国同样也提高你这个国家，譬如说法国，你提高你的这种法国白兰地进口到中国，我也提高你这个关税。对法国的这种农民来讲的话，尤其是酒类或乳酪类的这些农民来讲，他负担就会加重。所以这就是很明显一个比两边的一个贸易战。但是中国来讲，因为它统一是一个政体，它或许在电动车上面输入到欧洲可能会吃亏一些，没办法像以前卖的这么好。可是你欧洲来讲，或许有一些国家因此而可以获利，是哪些国家呢？就是做不了车子了嘛，东西卖不了中国去的，那你就会吃亏了嘛。但你如果东西必须要卖给中国去的，你就会就会失掉很多的市场，也会遭受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所以我觉得欧洲这次来讲的话，跟中国的贸易战这个一定是开打，但是后续来讲的话，这些国家会不会有自己国家的打算跟盘算？因为有些国家可能因此而获利，有些国家这个因此而吃亏。因为每个国家它的这种经济状况跟经济基础，还有它